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上一集我介绍了配烤鸭的荷叶饼，今天就来做真正的主菜烤鸭。首先来看一看这个鸭子怎么处理，需要用到白醋、麦芽糖或是蜂蜜，然后料酒。这个烤鸭最好吃的呢，就是一层酥脆的外皮，要达到那个效果，要对鸭皮首先进行一下预先的处理，就是用刚烧开的滚烫的开水浇在这个鸭皮的表面，需要两面呢都浇到，然后重复这个步骤进行3次，注意不要漏掉了鸭翅膀下面这些边角的部位。开水烫过的鸭皮呢，它会紧缩，然后摸起来非常的光滑。这个时候再来准备脆皮水，就是把100毫升的热开水倒入这个麦芽糖中，把糖全部的搅拌溶解。如果你没有麦芽糖，用等量的蜂蜜代替是完全可以的。然后把米醋倒进去，接着是料酒，这样就调好了这个脆皮的糖水。这个脆皮水一定要趁热的抹在鸭皮身上，凉了的话就会抹不均匀。就这样把这个脆皮水用刷子刷在鸭皮表面，然后用手把它抹均匀，刷上个2-3遍，正反面都要刷到，要仔细而均匀。注意不要漏掉了鸭翅膀的下面还有大腿内侧这样边角的部位。处理好的鸭子现在需要来进行风干，我给大家提供2个我常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。一个是找一个灌满水的红酒瓶，把鸭子插在上面，然后拿一根筷子把翅膀架起来，就这样让鸭子立起来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，或者呢也可以拿一个铁钩子把鸭屁股吊起来，然后让它倒吊着放在窗户口。这一步需要至少5个小时，所以呢一般我是会提前1天进行，头1天晚上把鸭子处理好，然后让它晾1晚上，第2天等鸭皮晾干之后再来进行烤制。到了第2天呢，再来看一看这个鸭子的其他配菜，就是有常规的黄瓜葱白甜面酱，另外呢炒酱需要香油和糖，此外还需要苹果和橙子。现在鸭皮已经完全彻底的晾干了，充分晾干的鸭皮呢，它已经失去了皮肤应有的那种柔软弹性的感觉，摸起来是相当的紧缩，然后有一点发硬，感觉像是一层薄薄的油脂覆盖在表面的，然后略有一点发黄，这个就是正确的状态。如果你前面烫皮的时候没有烫到位，或者是风干的时间不够，那么鸭皮达不到这种状态，就烤不出那种酥脆的感觉来。现在把这个鸭翅给剪掉，因为这一部分没有什么肉，一会儿入烤箱会烤焦。现在把苹果切成几块，然后把橙子切半。这个水果是为了塞到鸭肚子里头，一会儿一起烤。塞水果有几个好处，一个是把这个鸭胸给撑起来，让这个鸭子形体饱满，这样烤的时候会比较均匀。一个是这个水果呢会提供香味和汁水，这样让鸭肉不至于烤得太干，并且这个因为鸭肉是没有事先腌制过的嘛，所以加入这个水果的香气可以起到一定的去腥解腻的作用。就把水果塞进去之后，把这个封口处用牙签稍微固定一下。现在可以开始预热烤箱了，预热到200摄氏度。然后这个时候检查一下，如果鸭子表面还有一些细小的绒毛，就要用镊子去除掉，但是要小心不要把鸭皮给弄破了。然后在这下面的烤盘上垫上锡纸，把鸭子放在烤架上，要架空起来，然后在下面的烤盘里头放入少许的清水，就一点点就好了，为了防止后面这个烤盘的底部在烤箱里头会烧焦。现在可以把鸭放进烤箱去烤了，让鸭胸朝上。进烤箱之后立刻降温到180度，然后烤40分钟。
在等待的时候来准备这个鸭子的酱和配菜。因为市售的甜面酱呢一般比较咸，而且没有香味儿，所以我喜欢呢自己把它处理一下。就在锅里放入香油，然后倒入甜面酱，开小火炒到这个酱开始冒泡的时候，就把糖倒进去，然后炒到这个糖融化，炒到这个甜面酱出香味儿。这个时候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是为了调节一下这个酱的浓度，然后煮开，煮到这个酱的浓度你喜欢的程度就可以了。把它倒出来放在小碗里头，放在一旁待用。下面来准备配菜，把黄瓜去皮之后切成细条，然后把葱白这样纵向抛开，把里头的心拿出来，再把外面的葱白细细的切成丝。这个黄瓜条和葱白丝是必不可少的2样配菜，然后加上我们刚才炒好的甜面酱，这个是烤鸭必备的3样搭配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还可以加一些其他你喜欢的菜，像是切成细条的白萝卜，还有生菜。这个生菜也可以用来卷着鸭肉吃。现在鸭已经烤了40分钟了，拿出来之后呢，发现一面已经有一些上色了，现在需要翻面。翻面之后，把这个鸭腿、鸭翅的末端用锡纸包起来，防止它们烧焦。再把它放回烤箱去，现在是背面朝上，依然是180度，然后烤20分钟。让背面也烤到有一点上色了之后，然后再把它翻回来，然后放进去，还是180度，最后再烤20分钟。这个烤鸭具体要烤多长时间取决于鸭的大小，我这只鸭大概有2公斤重，所以一共烤了大概80分钟。如果你的鸭比较大或者比较小，都要相应的调整时间，每增加500克，大概需要延长20分钟这样。现在烤好的鸭拿出来放在一旁，要让它休息一会儿再来切，因为刚出炉的鸭非常的烫，大概需要休息个20分钟吧。因为片鸭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技术活，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大厨嘛，所以就意思意思就好了。我也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大致的做法吧。就把2个鸭翅捏在手上，让鸭子立起来，然后从中间纵向的划一刀，把鸭胸划开，然后把鸭胸最上面的皮给先切掉，然后就这样依次的把鸭肉片下来，尽量的均匀就好了。然后片下来的鸭胸呢，先交错的排列好，这个是这只鸭身上呢切下来最整齐的部位。然后其他的部位呢，就先把大块的鸭肉撕下来，然后再切小就好了。在摆盘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些不整齐的鸭肉放在下面，然后把刚才切好的比较整齐的鸭胸整个的排列在上面就好了。然后搭配着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各种配菜，还有上一集我讲过的荷叶饼一起上桌。这个烤鸭的吃法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，就是放一张荷叶饼，然后加一块带皮的鸭肉，蘸一点甜面酱，放上黄瓜和葱，然后卷起来就好了。吃完鸭肉之后，你应该还剩下一个鸭架，鸭架上还会有很多鸭肉，用手直接撕下来，然后切碎之后和葱、甜面酱一起炒一炒，就可以炒成一道葱爆鸭肉了。另外，这个已经被我们把肉给扒得精光的鸭架还可以熬汤，就用剪刀剪成几块之后放到汤锅里头，倒入热水，没过鸭架，再放入2片姜，然后小火炖煮个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这个烤鸭呢，说实话真的是一道很有技术含量的菜，
想要自己在家做呢，除了技术上的限制之外呢，还有这个烤箱的大小和品质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不能像店里头做那种挂炉的烤鸭嘛，所以成品可能没有那么的漂亮。但是呢，只要做好了前面的准备工作，想要烤出酥脆不油腻的鸭皮还是很简单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呢，建议你们自己在家试一试这道自制的烤鸭。虽然有一点复杂，准备时间有一点长，但是做好之后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的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慢食慢语。另外，请不要忘记在视频下面点赞以及订阅我的个人频道。最后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周再见。